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正式官宣，造成者更名小成大事，赵丽颖、黄晓明主演，央视重磅出手。小成大事讲述一群理想主义者在上世纪80年代零资金建成的真实传奇。赵丽颖、黄晓明化身戏精干部，用荒诞与热血演绎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震撼故事。年代剧王炸配置，全员实力派飙戏，比肩人世间的硬胡治愈力。流量时代真的过去了。长安24季，双轨与老舅几乎同期开播，但都被郭京飞的老舅死死压制。事实证明，剧火不火，跟有没有流量明星没关系。老舅的势头之所以如此迅猛，热度遥遥领先，收视也接近3%。一方面是剧情演员给力，另一方面则是题材赢在了起跑线上。年代剧，男女老少通吃，不分年龄段，受众群极广，属于只要质量过关，就没人能拒绝的类型。而曾经创下收视纪录的人世间，创下口碑纪录的父母爱情，也都是年代剧。可以说，这类题材占据稳赢的优势。接下来又有一部年代剧即将播出，由赵丽颖、黄晓明主演的《造成者》改名小成大事，目前已过审，即将下正。年代大制作，央视大制作来了。01有激情有笑点，年代剧又上映菜了。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剧的故事：一群理想主义者没用国家1分钱，实实在在地建起了一座城。而故事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就是这样放在小说里听起来都有点难以置信的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真实的发生过。2名能力及个性都很突出的干部，秉着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带领成千上万的农民，以集资合伙的方式，在滩涂地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故事，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预告中看着老百姓挑着一担又一担的土，走过临时搭建起来的破旧木桥，脸上没有辛苦，只有满满的干劲，看得人眼眶都湿润了。合力干大事，团结一致，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激动了。但建起一座城的过程，却是充满了搞笑和心酸。预告中2位干部一开始互不对付，竞选书记时都觉得自己才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谁也不服谁。然而上一秒还在翻白眼互相挤兑，下一秒就苦哈哈地骑着一辆摩托车上下颠簸，真有点欢喜冤家的味了。而2人站在同一战线上，为粤海的发展争取机会时，又不约而同化身戏精。这边郑德成、黄晓明饰演吃纸，那边李秋平、赵丽颖饰演的眼泪说来就来。领导应该把你们俩都调到剧团去。就是靠着这样会演的本事，2人开启了建成的第一步。但可想而知，不管是动员村民，还是零资金白手建成，过程都充满了艰难。只不过小成大事没有用苦情的基调刺激观众的眼泪，而是用一种野蛮生长的生命力，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也充满了干劲。这种年代剧就是来给观众打气的，纯干货，纯硬菜。02影帝事后领衔，配角阵容太顶了。优质图文扶持计划除了真实事件改编的剧情，小成大事让人期待的另一层原因是选角。第一位，赵丽颖。凭借着风吹半夏拿下飞天和金鹰双料视后的赵丽颖，早已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以及与年代剧的适配度。此次饰演小成大事中的书记李秋平，只看预告就觉得游刃有余。有一说一，先前赵丽颖的演技多少会有点表演痕迹，一旦遇上老戏骨，总会有接不住戏的时候。但在这部剧里，赵丽颖明显更松弛了。那种蓬勃向上，一心带着大家变好的精气神，她有；随时掉泪珠子上演戏精的搞笑劲，她也有。可以说，赵丽颖的演技到这部剧已经很成熟了。第二位，黄晓明。在这部剧里，黄晓明已经彻底放飞自我。首先让人意外的是他的扮相，
感觉跟中国合伙人里程东青一开始上大学时差不多，突出一个土字，一个糙字。其次是他的表演模式，一点不装了，怎么松弛怎么来，表情丰富到像是在脸上装了800个开关，各种表情说来就来，甚至还对着赵丽颖 wink。但说实话，这样的黄晓明反而不油腻了，顾着调时看着跟干部不沾边，正经起来又是一身正气。黄晓明太适合有个性的基层干部的形象了，这就是影帝的水平啊。第3位，陈明昊。近期陈明昊的出镜率实在是有点高，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会让人出戏。他在小城大事中，一身西装的打扮看起来还是那么霸气，但一开口又透着一股喜感，已经能够预见陈明昊饰演的角色有多接地气了。第4位，耿乐。单看耿乐在剧中的扮相就知道，书也豁出去了。预告中有一处镜头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他跟黄晓明站一块洗手，一边洗一边笑，自然到完全不像演的。这种完全放松的演技，只会出现在顶级实力派的身上。第5位，张国强。剧中要把黄晓明和赵丽颖送去剧团的领导，就是张国强演的。行政夹克配蓝衬衣，头发黑白相间，这体制内的领导味儿太正了。张国强自带满满的气场，因此往那一站就让人很有代入感，但又不让人觉得强势，还带着几分亲和力，显然是一位干实事又亲民的好领导。第6位，朱媛媛。已经去世的朱媛媛也是这部剧中的一大亮点。预告中这个甩头发的镜头，着实把我美到了，太有那个年代明艳大美人的味道了。朱媛媛饰演印刷厂的女老板，大方得体但又不拘小节，演技同样很生活化。除此之外，在预告中还看到了不少熟悉的身影，比如于矮磊、秦俊杰、刘薇薇等演员，个个都是公认的实力派。这配置已经超过了正在热播的老舅，完全能够比肩人世间了。结语，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部剧的导演孙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庆余年》系列，属于男频爽剧赛道中的 No.1。除此之外，他还执导过《谁是凶手》、《谍战深海之鲸蛰》以及《加油吧实习生》等作品。可以说，孙浩是不限类型的导演。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多次搭档赵丽颖，想必两人已经产生了默契。这次合作小城大事，必然是强强联合，不会让大家失望。造成者正式更名为小城大事的消息官宣后，很快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剧名调整，但实际上，这个变化本身就释放出非常清晰的信号。这部作品的表达重心正在从宏大叙事的结果转向普通人物的真实经历，而正是这种转向，让不少观众对这部央视新剧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期待。造成2字强调的是建设本身，是钢筋水泥，是规划蓝图，是时代推进的速度。而小城大事则把视角落回到人，城不再只是背景，而是承载命运的空间。大事也不再只是宏观成果，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选择、坚持与妥协所组成。这种命名上的变化，并不是削弱主题，而是让主题更有温度，更贴近现实。赵丽颖与黄晓明的主演组合，也恰好与这种表达方向高度契合。赵丽颖近年来在现实题材中的表现，始终强调人的重量。她塑造的角色，往往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点，而是在现实的拉扯中一步步找到位置。她的表演不追求口号式的激昂，而更注重人物在具体处境中的反应与选择，这让观众更容易代入，也更容易产生共鸣。黄晓明则在近年的转型中，逐渐展现出沉稳、内敛的一面。他所呈现的角色，多半承担着责任与压力，是时代洪流中需要扛事的那一类人。这样的气质，与小城大事所强调的现实厚度形成了良好互补。一部真正讲成的剧，离不开建设者，也离不开在变化中被影响、
被塑造的人。央视选择在这个阶段重磅推出小城大事，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态度。它说明主流平台依然在为现实题材保留重要位置，也愿意给那些不追逐噱头、专注内容的作品足够的舞台。在当下快节奏的信息环境中，这样的选择显得尤为难得。从观众角度来看，剧名的变化其实也回应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很多人并不排斥宏大的时代叙事，但更希望在其中看到真实的情感落点。我们想知道，在城市快速变化的背后，普通人经历了什么？在发展这个词语之下，个体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小城大事这个名字，正是对这种期待的回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名也让作品拥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相比强调结果的命名，更关注过程与人物的作品，往往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为时代会继续向前，但人的情感、困惑与选择，总会不断重复，不断被理解。当然，名字只是开始，真正决定作品价值的，依然是内容本身。但从目前释放出的信息来看，小城大事至少在方向上是清晰而克制的。他没有试图用过度的戏剧冲突吸引目光，而是选择用现实厚度慢慢铺陈。这种耐心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最后，也想借这部剧的更名，对观众说一句：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小城里的普通人，面对的却都是属于自己的人生大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选择和努力，终会在时间中显现意义。希望小城大事能陪伴观众，在荧幕前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也在故事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只要故事是真诚的，只要情感是扎实的，这样的作品就值得被期待。芒果台出手就是王炸，35集电竞剧来袭，王一博、王子璇又燃又甜。天赋异禀却屡遭误解的电竞选手季向空，与努力追梦的新人解说邱英，在挫折与挑战中互相扶持，共同成长。从传奇队的低谷到组建新战队，从职场偏见到彼此欣赏，他们用坚持与热爱证明了自己。王一博与王子璇的精彩演绎，让这段热血与柔情交织的电竞之旅格外动人。随着电竞的火热，近年来有许多的影视剧也开始加入电竞的元素，比如《亲爱的》《热爱的》《我的时代》《你的时代》等剧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天，小编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同样精彩的35集电竞题材剧《陪你到世界之巅》。故事的主角季向空王一博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电竞选手，他拥有着高超的战术头脑，却屡陷手残的误解。曾经，他所在的中国传奇队是电竞界的一颗璀璨明星，但在2018年的温哥华巅峰全球总决赛中，由于队长顾放身体不适，导致传奇队在比赛中惨败。这场失利让季向空和他的队友们陷入了无尽的非议之中。邱英王子璇是一个美丽而努力的女孩，梦想成为专业的电竞解说员。因为对游戏的了解有限，她在最初的解说之路上屡屡出错，被观众吐槽是花瓶。那一场温哥华的比赛，她是现场的主持人，也正是这场比赛，让她的命运与季向空交织在了一起。比赛结束后，邱英的老板得知顾放准备退役的内部消息，催促邱英一定要拿到顾放的直播采访。邱英误打误撞地将目光投向了季向空，他天真的以为可以通过他来接近顾放。可季向空很快就识破了他的意图，对他自然没什么好感。一次偶然的机会，邱英为了拿到有用的直播素材，赶到传奇队聚会的酒吧偷偷录下了他们的对话。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却被一个老外骚扰，还好季向空及时出手相救，他才得以躲过一劫。可慌乱之中，邱英不小心把自己珍贵的项链掉在了季向空的车上。为了拿到自己的项链，他去到了季向空战队的公司。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季向空不小心弄坏了他的项链，邱英伤心地离开了。这一次的相遇，
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不久后，顾放退役，传奇队面临着新的挑战。赵经理因为担心没人替他赚钱，想安排霍瑶当队长，但迫于董事长的压力，只能接受季向空担任代理队长。从队员到代理队长，季向空的责任更重了。他不仅要提升自己的实力，还要带领队友们一起进步。被陷害解约后，他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寻找新的机会。加入威腾战队后，他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和队友们磨合。但是，当他发现战队的发展方向和自己的理念不符时，他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组建自己的战队，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要寻找合适的队员，要制定训练计划，还要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住他追梦的步伐，他一直不断地前行。季向空和秋英他们的感情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的偏见和误会让他们之间充满了矛盾，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中，他们逐渐发现了彼此的优点和魅力。秋英看到了季向空在电竞场上的拼搏和坚持，季向空也看到了秋英在职场上的努力和勇气。他们开始互相欣赏，互相支持。王一博在这部剧中的表现真的是太出色了，他把季向空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微表情真实自然，让人完全感觉不到表演的痕迹。无论是比赛时的紧张和专注，还是面对感情时的羞涩和坚定，王一博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大家都知道，王一博之前也出演过很多优秀的作品，他的演技一直在不断进步。在《陪你到世界之巅》中，他更是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魅力。他的努力和天赋让季向空这个角色变得更加鲜活生动。女主王子璇也把秋英这个角色演绎得十分生动，从一个被人吐槽的花瓶成长为专业的电竞解说员，她的努力和坚持让人感动。当芒果台官宣这部35集电竞题材剧集时，许多观众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别太期待，但随着信息逐渐释放，阵容与气质慢慢清晰，王炸这个词反而显得名副其实。电竞并不只是速度与胜负的集合体，它天然承载着青春、热血、团队、挫败与重来的复杂情绪，而当这样的题材遇上合适的演员，故事便有了被认真讲述的可能。王一博与王子璇的组合给这部剧带来一种难得的平衡感，一边是赛场上高强度的对抗与博弈，一边是人物之间逐渐生长的情感与信任。所谓又燃又甜，并不是把两种元素简单拼接，而是让它们在同一条叙事线上自然发生。胜负的重量会反过来加深情感的厚度，而情感的存在也让每一次操作、每一次选择不再只是技术层面的展示。电竞剧最怕流于表面，用热血口号替代专业逻辑，用爱情桥段稀释竞技精神。但从目前释放出的信息来看，这部剧显然更在意过程。35集的体量意味着他愿意把时间花在训练、磨合、失败与调整上，而不是只追求高光时刻的堆叠。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连胜神话，而是低谷中的坚持，是团队在分歧中重新找到方向的瞬间。王一博身上自带的那种专注感，与电竞选手的状态有着天然的契合。他的表演并不靠外放的情绪推动，而是通过细节呈现人物的内在节奏。电竞世界里，很多决定发生在毫秒之间，情绪必须被压缩、被管理，这种克制反而更考验表达。与之对应的是王子璇所带来的温度感，它的存在让故事多了一层生活气息，让竞技不至于悬浮在热血叙事的空中。甜在这里并不是降低难度的装饰，而是一种支撑系统。在高压环境中，人如何被理解、被支持，如何在失败后仍愿意并肩前行，这些关系的建立，才是青春题材真正的核心。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他们并不是逃离赛场的避风港，而是回到赛场的动力来源。
芒果台一向擅长捕捉年轻观众的情绪脉搏，但真正能留下来的作品，往往不是靠话题度，而是靠完整度。电竞题材的受众并不局限于玩家本身，它关乎的是每一个曾经为目标投入全部精力的人。你未必打过职业比赛，但你一定经历过努力与不被理解的阶段。正因如此，故事只要足够真诚，就能产生跨圈层的共鸣。这部剧的燃，如果只是赢，那会很快消散；但如果是一次次从失败中爬起的过程，那它就会有更长的生命力。真正的热血，不是永远站在高点，而是在被击倒之后，仍然选择回到赛场。这样的精神，与其说是电竞，不如说是关于成长。而甜的意义，也在于提醒观众，成长并不一定要孤独完成。有人陪你复盘，有人理解你的执念，有人在你犹豫时坚定站在你身旁，这些关系本身就是青春的一部分。他们让人相信，投入并不是一场与世界对抗的消耗战，而是一段可以被温柔承托的旅程。从更大的视角看，电竞剧的价值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展示技术的窗口，而是讨论规则、团队、心理与自我认知的场域。35集的篇幅，给了角色犯错、修正与成熟的空间，也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余地。输赢之外，还有人如何与自我相处，如何在高强度竞争中保持清醒与尊重。或许正因为如此，这部剧在未播之前就引发了期待。人们期待的，并不只是某一个高燃名场面，而是一次完整的陪伴感，陪角色一起熬过低谷，见证关系的变化，最终在某个节点意识到，原来我们都走了这么远。写到这里，也想把话轻轻送给屏幕前的你，无论你是否是电竞爱好者，都可能在这部剧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你也许正在为一件事反复练习，不断调整，也许正在经历短暂的失利，怀疑投入是否值得。请记住，热血并不要求你永远强大，甜也不意味着逃避现实。重要的是，你是否还愿意为在乎的事再走一步。愿你在追剧的过程中，不只是寻找刺激，也能找到力量；不只是被甜到，也能被理解。青春并非没有疲惫，而是疲惫之中仍然选择相信。希望这部又燃又甜的作品，能在某个夜晚，给你一点继续向前的勇气。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